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今天教大家做的是一款下饭拌面两相宜、居家必备、非常好用的八宝牛肉酱。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用了8种食材作为这道肉酱的主材料，有榨菜、去皮花生、五香豆腐干、黑木耳、鸡油菌、虾皮、香菇，然后是牛角肉。如果你想用猪肉或者是一半牛肉一半猪肉也可以。然后调味料用到了从上往下从左至右分别是郫县豆瓣、冰糖、八角、草果、香叶、料酒、干辣椒碎、香油、蚝油、生抽、蒜蓉、姜泥、老抽，还有黑胡椒。最后还需要200毫升的植物油。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油的量很多，因为这个肉酱呢，用到的材料很多，做起来比较费时间，所以我一次会多做一些。下面来准备食材。首先把鸡油菌、香菇和木耳都洗干净之后用温水泡发。然后这个花生呢，我之前已经在头一天就用冷水把它泡过了，需要在冰箱里头泡上1整夜。然后现在这个干货都泡好了。用鸡油菌是因为我家里的正好存货比较多，你可以换成任何一种你喜欢的干蘑菇，或者全用香菇也可以。泡过香菇和鸡油菌的水如果比较干净的话，你可以用纱布把它过滤一下，然后留下来待用。现在把香菇的蒂头去掉，先切丝，然后换一个方向切成细丁。鸡油菌就用手把它撕开就好了，先撕成细条，然后也是随便的切一切，切成细丁。下面是把香干先横着劈1刀，然后再切条切丁。榨菜也是先切片，然后再切成丝之后再切丁。最后是把黑木耳这样随便的切一切，把它切碎就行了。现在所有的配料都准备好了，分别是香干、香菇、鸡油菌、花生、黑木耳和榨菜。然后可以来开火了。在一个锅里呢，倒入适量的油，油的量要比炒菜稍微多一些。这里用到的油是除了之前提到的200毫升植物油之外要额外用到的。开中火，在油还没有热的时候就把牛角肉给倒下去，因为我们想要把牛角肉给炒散，不要让油太热，那样肉一下锅就会定型了。用锅铲呢，不停地把这个肉给铲碎，铲成小块，不要让肉末都结在一起。在牛肉炒一炒之后，它会出水，这个时候你要有耐心，把这个肉一直炒到水分挥发掉。炒到锅底都没有水了之后，把蒜蓉和姜泥倒下去，稍微翻炒一下，然后倒入料酒，然后再继续的来炒，要一直把这个牛肉末炒到表面有一点焦黄，然后倒入小半碗的清水，把粘在锅底上的牛肉末都给刮一刮，然后关火待用。现在再另外找一个炖锅，放在中小火之上，把之前的200毫升植物油倒进去，然后先倒入香料，是八角、草果和香叶。倒下去之后先稍微的加热一下，看到香料旁边开始冒小泡泡的时候，就把香菇和鸡油菌倒下去，然后倒入虾皮，接着是郫县豆瓣。要把这几样食材在热油中充分的煸炒，一直保持中小火，炒出红油，大概需要个3-5分钟。接着再倒入榨菜丁、香干，然后是黑木耳，略微翻炒一下，
把这几样的食材的香味都炒出来，然后再倒入干辣椒碎，继续炒，依然是需要大概3-5分钟。这个过程呢要稍微有一点耐心，火不要开得太大，不要把食材给炒糊了，要把这所有的配菜都充分的煸炒透。等每一种菜的香味都散发出来之后，再把之前炒好的肉末整锅倒进去。然后是花生，再把之前保留下来的泡过蘑菇的水给倒进去，翻拌均匀。这时候看一看水的量不够，就再加一些温水，要让这个汤汁和食材基本上保持平齐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锅盖，大火煮开。煮开之后就开始往里面加调味料，加入生抽、黑胡椒、蚝油、冰糖、老抽。都拌匀之后呢，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能找得到的话，就把之前的香料给捞出来，就是草果、香叶、八角那些，因为我只希望有一点淡淡的香料味道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锅盖，小火先炖上1个小时。这里要注意，炖1个小时之后呢，先不要开锅盖，而是让这整锅肉酱彻底的冷却。如果你的时间有限，你可以在头一天做完这一步之后，把这一锅放到冰箱去，然后到了第2天再拿出来重新开火。现在肉酱彻底凉下来之后，我们再开火，再把这一锅煮开之后，然后继续小火再炖上1个小时，也就是前后一共炖了2个小时，但是中间有让肉酱彻底的冷却，然后再加热的过程。这样做呢，是为了让所有的食材都有充分的时间去彻底吸收所有的味道，能够融合得更好。等到第2次炖完1个小时之后，再把香油给拌进去，拌匀之后就可以关火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最后尝一尝调味儿，因为我们之前加过很多有咸味的食材，所以应该是不需要再额外加盐了。不过你可以稍微尝一尝，然后再按照需要来添加。熬好的肉酱呢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可以有很多种吃法，可以把它单独作为一道菜，也可以用来做拌饭拌面的酱料，或者是放在炒饭里头，或者是和其他的菜炒在一起都可以。我比较喜欢拿它来拌面，就把煮好的面条放在盘子里。面条的做法呢，你们可以看上一集，在上一集里头我有讲手打乌冬面怎么做。浇上肉酱，然后再撒上香菜或者葱花，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。一般熬一次肉酱还是挺费时间的，所以我会一次熬比较多的量，然后吃不完的肉酱分成小份之后拿去冷冻，然后等到下次想要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解冻就好了，味道和新鲜熬好的肉酱几乎没有区别。这样在冰箱里头储存一些肉酱也很方便，在你没有时间或者懒得下厨的时候呢，找出一份来，然后煮个面就可以很轻松的吃到一碗牛肉酱拌面了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道味道很好、方便快捷、居家必备的八宝牛肉酱。如果你们想要关注我，在微信或者微博上都可以找到我，然后屏幕下方是我的个人网站，在网站上你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的其他的菜谱。最后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